她是我见过最硬核的女仆，伞是散弹枪，手提箱是冲锋枪，裙子里藏满了手榴弹，一人团灭哥伦比亚黑帮，连皮儿都没有擦破。而她在小少爷家里眼中，却只是一个连家务都不会做的笨拙女仆。家里坚信罗尔贝特一定会来救她，如此坚定的信念让洛克很羡慕。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家人，又被莱维一顿阴阳。洛克问：如果自己被绑架了，莱维会回来救他吗？莱维嘴上说着要洛克自杀了断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莱维绝对会冲在最前面。一行人到了酒吧，莱维倒是希望那个女仆能像家里说的那么强，他也好找找乐子。结果一推开酒吧大门，就见一个眼镜女仆抄起伪装成伞的散弹枪，一枪打穿了一个黑帮成员。黑帮的其他成员震怒，拔出手枪朝着女仆齐齐射击。女仆撑开伞原地防御，但脆弱的伞面很快就被打得千疮百孔。而就在众人以为已经成功将人干掉的时候，毫发无伤的女仆拿起枪开启屠杀模式。酒吧老板威黑胶小队默默躲到了桌子下面，想着还是赶紧扔下家里跑路好了。枪战越来越激烈，他们可不想被牵连进来。临走前，洛克嘱咐家里藏好，等枪战结束就跟女仆回家去。就没想到小孩直接被这么凶残的女仆吓哭了。他虽然知道罗贝尔特不一般，但也不知道他会杀人呢。酒吧老板这边盘算着酒吧的损失账单该寄给谁好。见莱维几人偷偷摸摸的爬过来准备开溜，两人大眼瞪小眼，老板这火气蹭蹭的往上冒，怎么又是你们这群晦气东西？就在这时，枪声突然停了。哥伦比亚黑帮一见黑胶也在，立刻调转矛头，一看让他们运的货一下运到了这儿，一下就急眼了。罗贝尔特也发现了家里的存在，见到女仆向自己走来，家里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。罗贝尔特也知道自己把人吓到了，其中的缘由他之后会解释，但现在他得带家里回家。说着就把枪口对准了洛克，至于其他人还是死了的好。家里急忙护住洛克，却不料莱维突然冲过来挟持家里，威胁罗贝尔特，如果他不和他们开火，家里就能毫发无伤的回去，反手解决了一个试图偷袭的崽种。一番紧张的僵持后，罗贝尔特突然念出了一段西班牙语，给予生者施舍，给予死者花束，为正义而握剑，给予恶棍死的制裁，但我们不会加入圣者的行列，这是拉布雷斯家的家训，他会将家里毫发无伤的带回去，但是你们也必须得死。印不反手掏出手提箱里的冲锋枪，对了莱维疯狂扫射。莱维见势不妙，一把推开家里，闪避点满极限走位，在酒吧老板惊恐的目光中冲向吧台。这没想到罗贝尔特这个不讲武德的居然掏出了榴弹，莱维闪避不及被击中，幸好一直躲在暗处的黑帮老大在听到罗贝尔特的宣言后，突然大喊着什么佛罗伦西亚的猎犬去死。趁着两人枪战阴走火力，达奇几人赶紧就查看莱维的情况，伤势虽然不严重，但因为脑震荡失去了意识，两人架起莱维准备撤离。加里约奇一把拽住洛克的手，让他带自己一起走。这样的罗贝尔特让他害怕，但不要留在这里。罗贝尔特也愣了，手提枪脱手爆了一地装备，眼睁睁看着洛克带着家里离开。黑帮头头准确念出了罗贝尔特的原名，他在脱离哥伦比亚革命军后，一直被黑帮和国际刑警追查。哥伦比亚黑帮更是准备了40万赏金悬赏他的手机，只要能将他的脑袋带回去，他就能当上哥伦比亚的少主。女仆转身向他们行礼告辞，数支手榴弹从群底滚落，在达奇他们跑出酒吧的后一秒，爆炸将整栋建筑变成了火海。但他们都知道，这一点程度的爆炸是不可能炸死罗贝尔特的，对方简直就是电影里的终结者。黑胶小队驱车赶往码头，打算坐船跑路。罗贝尔特代号猎犬，意思就是被他咬住的猎物必死无疑。在听到酒吧乱战的消息后，巴拉莱卡带着手下开始行动，很快终结者就开车追了上来，油门踩到底，狠狠撞向黑胶。达奇将罗贝尔特的汽车前盖射成了蜂窝，然而罗贝尔特反手捏住了达奇的手腕，不费吹灰之力的将达奇的半个身子拽出了车窗。达奇快2米的肌肉壮汉，愣是掰不动他一根手指，要不是车撑不住罢了工，达奇估计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达奇让洛克想办法把莱维弄醒，贝尼开着车全速前进赶往码头。突然罗贝尔特开着车从天而降，砸向黑胶。对，你没看错，他直接从屋顶上飞了下来，小红车被砸得一顿旋转，倒在路边，而罗贝尔特那辆倒霉汽车直接倒插进了橱窗里。终结者罗贝尔特毫发无伤地爬了出来，朝着黑胶小队飞奔而去。即使贝尼在最后一刻发动了汽车，但终结者怎么会畏惧这点困难？罗贝尔特当场给黑胶表演一个徒手扒车绝活。达奇回头欲对罗贝尔特开枪，但是因为家里的阻挡而延误了最佳机会。罗贝尔特翻身爬上车顶，对着车内一顿乱枪，祸不难行。贝尼因为货车拦路被迫转向，车子直直冲进集装箱码头，前方就是大海，他们已经无路可走了。贝尼不得已撞向集装箱，逼停汽车，车里的人都还算没事。罗贝尔特被砸得飞出去，倒挂在了箱子上，但就算受了这么重的冲击，他居然还能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，这已经不是终结者，是人形自走高达了吧？好在昏迷的莱维被这动静晃醒，一见罗贝尔特还没死，正好拿来泄愤。一个队用榴弹砸他，气得爆灯；一个对他挟持家里，深痛恶绝，都恨不得对方马上去死。这是世界上最强2个女人的决战。莱维和罗贝尔特手持双枪互射，很快就消失在了集装箱码头。一番激烈的交战后，莱维的肩膀被射中，罗贝尔特报废了一支枪。躲在车里的达奇和贝尼本来准备下车开溜，结果就见集装箱的头电闪雷鸣，爆炸四起。想了想，还是默默缩回了车里。女人打架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反正迟早会分出胜负的。家里是突然开始了迷之操作，跑下车大喊罗贝尔特加油。
干啥啥不行，拱火第一名。枪声越来越近，莱维和罗贝尔特从集装箱两端撞向对方，在倒地的瞬间同时瞄准了对方的胸口。就在这时，车大灯亮起，照亮了黑暗的码头。巴拉莱卡带着手下将两人团团包围，当然他是来劝架的。莫斯科旅馆已经和哥伦比亚黑帮开战，如今大本营已经被歼灭，黑帮头子也被压了过来，家里拐卖事件一笔勾销，他已经没有战斗的理由了。然而莱维和罗贝尔特谁都不肯放下枪，那种事情没关系，他们今天非得杀了对方。巴拉莱卡眯眼一笑，两人的武器同时被打掉，他可不是在拜托，而是在命令。毛子劝架，只要人都死了就不会打架了，对吧？世界上最可怕的三个女人齐聚一堂，打起的注意力却都在周围持枪的士兵上。作为俄罗斯黑帮，穿的居然是军服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家里跑过来让罗贝尔特停手，他们一起回家，结果就听到巴拉莱卡叫罗贝尔特猎犬。他可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普通女仆，而是在古巴受过暗杀训练的哥伦比亚游击队员，因绑架和多重谋杀而受到国际指名通缉的恐怖分子，一直隐藏的身份被最在乎的人知道。罗贝尔特现在如同一只败犬，他因为坚信正义而加入了革命军，奉命进行恐怖袭击和暗杀活动，所到之处尸横遍野，不管是政治家、企业家，甚至是女人和孩子，他都不放过。但是最后他才发现，他所坚信的根本不是正义。最后革命军和黑帮联手，自己不过是黑帮和可卡因的看门狗。于是他脱离了军队，当时藏匿他的正是他逝去父亲的挚友，家里的父亲拉布雷斯老爷。就这样，他成了拉布雷斯家的女仆。但为了救出被绑架的家里，他只能再度变回了那个可怕的猎犬。这也是被称为看门狗的他唯一能做的事了。家里扑到罗贝尔特身上大哭，他不允许罗贝尔特叫自己看门狗。那个罪孽深重的猎犬早就已经死了，现在站在这里的罗贝尔特是他的家人，他们一起回家去吧。这边高高兴兴的上演着 H1大结局。莱维不干了，罗贝尔特在他肩膀上开的大洞是来填平啊，他们可是最注重完美结局的了，这还不容易，你们两个再打一场不就得了？于是两个女人赤手空拳的开始了新一轮互殴，场面一度非常暴力。巴拉莱卡和达奇边看女人打架边下注，洛克倒是想劝架，但是话刚出口就被打上头的两人骂退。最终这场漫长的互殴以两人各给了对方一拳的平局告终。罗贝尔特被家里扶着勉强站了起来，巴拉莱卡让手下将两人送到机场。罗贝尔特让家里帮忙捡一下眼镜，那可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，而是他的封印器。莱维被打得彻底歇菜了，浇了一桶水都醒不过来，这件事算是彻底结束。巴拉莱卡走后，洛克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，这个俄罗斯黑帮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怎么这么像军队？不是像军队，而是就是军队。原来巴拉莱卡是特种兵出身的前苏联军人，属下都是接受过第3次世界大战身经百战的阿富汗归国士兵，整支军队就是一部以他为首的杀人机器。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踩在泥潭里，没有一个好人。